呢？是不是？今天来点实用的，过年厨房必备小技能之玩糖。糖霜、糖葫芦、拔丝、炒糖色，一眼看会。道具就只需要一口锅。1碗糖和1瓶水，那我先去拿口锅。熬糖的第一阶段，糖霜。首先，水和糖的比例1比1，前面先开大火，搅和到融化，放一勺油，继续不停的搅拌。要是来回不同方向的搅，就能达到让糖反杀的目的。这时水熬干了，呈现密集的泡泡，加勺醋，转小火再熬1分钟，关火。离火后再搅拌1分钟，静置1分钟，消泡了，倒入山楂翻拌，有点耐心的翻，就能形成挂霜了，那就能得到过年必备小吃之糖雪球了。熬糖的第2阶段，拔丝。继续上一阶段放素之前的状态，继续熬，呈现香油色就能拉丝了。这时倒入提前炸好的红薯，迅速裹上糖浆，就能做成过年饭桌上孩子们必抢的拔丝红薯或者拔丝香蕉了。熬糖的第3阶段，琉璃。继续上一阶段，继续熬，搅和成更密集的泡泡，就可以裹山楂了。只裹上面那层泡泡，因为液体糖会烫坏山楂，这样就能得到很有过年氛围的冰糖葫芦了。熬糖的第4阶段，炒糖色。继续上一阶段，继续熬，呈现焦糖色，就不能再熬了，会苦。这时加开水进去，千万不要加凉水，会崩油。再熬2-3分钟，有点浓稠了，就是炒糖色啦。可以拿它做糖醋排骨、红烧排骨、红烧肉之类的，这样做出来色泽红润，比饭店的还好吃。这么一看，是不是巨简单？掌握这些，过年你就可以露一手了。今年3月份，我原创复刻方便面那条有9300万的播放量，所以刘宝要跟我定制一批酸辣粉，因为买的他说我觉得太辣了，还要求这个粉要是换成粉丝就好。安排。复刻不辣版的酸辣粉，把红薯粉换成粉丝，那就是先复刻龙口粉丝呗。粉丝的配料只有绿豆和水，绿豆泡1夜，一搓能碎，再用破壁机打成浆，用自制绿豆淀粉做的粉，那味道肯定纯粹鲜美啊！绿豆浆用200目的纱布过滤，豆渣可以留着做绿色心情。这个水啊，沉淀到分层，水倒掉，留下的底层白色就是绿豆淀粉啦。晾干一搓就成细腻的粉啦。刚才倒掉的水啊，千万不要扔，可以做成深受大家喜爱的老北京豆汁儿。粉丝的做法我研究过了，少量的淀粉先用凉水和开，再倒开水迅速搅拌成熟芡，再倒到干粉里搅拌成浆。哎呀，这怎么直接成面团了？这没个比例参考。这个我会啊，我小时候天天看人做粉。我还是自己来吧。这次粉少点，要赶紧不停的搅。哎呀妈呀，太费劲了，要不用打开器吧？好像又太稀啦。来，我再试试。牛爸的原则就是稠了加粉，稀了加水，经过一番反复折腾。你看，是不是这个效果？是不是的？下锅看看。不行啊！天哪，翻车！不对，好嘛，煮了一锅蝌蚪粉，不过调个料汁儿还是挺好吃的。继续吧，尝试了好多种不同比例，面浆稀了又没韧性，太稠了下不来，这比方便面难多了呀！我已经吃了好几天的蝌蚪粉了。然后我通过对工业流程的研究，终于得出了个大概比例。调面之前先把水烧开，准备好过粉的凉水。收浆制作时，粉和凉水的比例1比1.2，开水是粉的20倍，一定要滚开的水才能搅成透明状。干粉是熟粉里粉用量的4倍，这样搅出来的状态是有韧性、有流速的。哇，终于成了！哇，天哪！在古法工艺中，没有精确设备，扣的全是手工艺人不断尝试积累的经验。不过现在还不能嘚瑟，赶紧捞到冰水里。粉是烫几秒就熟，现在看看这粉的韧性，好弹啊！再排成一坨，放到晾晒网上。太阳太慢了，直接烘干机烘个5小时，咱自制的粉丝就终于做好了。接下来是小料部分啦，一般是6包料，先从最简单的粉料包开始，这很轻松就复刻的8、9不离10了。酱料包跟方便面的可不同，它是花生油加牛油融化，再用葱和香料炸香，各种葱炸变色捞出来，留的底油加红椒粉来代替辣椒粉，再来2勺黄豆酱，1大勺麻酱，这样做出来的酱料又香又不辣，最后再调个味儿，等放凉凝固，酱料包就做好了。味道贼好。香酥豌豆是酸辣粉里必备的，做法嘛，就是把泡过1夜的豌豆控干水分，小火慢炸，炸个10分钟，再升温炸3分钟，等全部飘起来就可以捞出来了。趁热拌点盐，就是香酥豌豆啦。花生米用空气炸锅就不用担心炸黑了。那最后的蔬菜包就这3样，全部切碎，焯水，烘干即可。蔬菜包里是有芝麻的，多加点，对比看是不是一模一样？不过我还要再加个料，加鲍鱼啦，鲍鱼版。这腊月小酒盘的酸辣粉就可以组装了，这是牛宝定制款酸辣粉，专属粉丝，各种亮度的小料。包装完毕，封烤。再
再欣赏一下定制版小料的大集合，再跟原版对比看看。我也装到一个圆形罐子里，一个家庭版可以无限续桶的粉就大功告成了，就等又找东西吃呢。我饿了呀！我就知道，早就给你准备好了。什么东西啊？不辣版的酸辣粉。哇，太香了！哎，这量刚刚好。这粉丝老难做了，现在一起嗦粉。再喝口汤。太香了！还有木鱼。哇，真香！顶配。辣吗？不辣，真不愧是鱼儿落落乳。儿子不在，你买那么多菜干嘛呀？我打算教你做个合格的小工，一些日常简单食材的处理方法，你给我好好学着点啊！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那先是虾的处理吧，活虾去虾线比较容易，头部斜剪一刀，把这个黑的挤出来，揪出来，顺带虾线就扯出来了。需要做整虾的时候就可以这么操作，冻虾就不能这么弄了，得从后面开一刀，新手就用剪刀最安全，虾线轻松就拿出来了。如果做虾球，就在背上剪个窟窿，尾巴从背部再塞进去，就成一个球了。可以做宫爆虾球、芥末虾球。接下来是花蛤，怎么能让它把沙子吐干净？关键是盐水，就是尽量模拟海水的比例，然后得放个网，再把花蛤或者蛏子倒进去，够咸它才能开壳吐沙子，起码得4个小时。你看这水还没完，还要再焯个水，但时间千万不能久，开口就赶紧捞出来，再泡到冰水里，肉啊就很 Q 弹了，就可以放心的去烹饪啦。生蚝怎么处理呢？要是用刀，新手就很容易划到手，其实用勺子就能轻松又完美的取下来了。还要把这个牙齿挤出来啊，这不能吃。再就是给草鱼去刺儿，在咱们老家其实过年还是会买草鱼吃的。新手处理鱼可以垫个抹布，这样片鱼就不会滑，就不容易伤到手了。鱼头砍下来，片好的鱼就准备去刺儿，大排刺好去，斜刀沿着这个边缘片就行了，然后给它切断，大刺部分就取下来了。然后看到这条虚线没？朝肚子的方向斜刀划下去，然后到头刀转个方向，刀尖甩出去，这条肉揪起来，用力一撕，小刺儿就都在这条肉上了。尾部还有一条带刺的肉，划个长三角。也是翘起来能揪住，拉下来，这上面也是小刺儿。那这部分肉就基本没刺儿了，咱就可以分2种烹饪方式，带刺儿的大人吃。再来个切葱丝吧，葱白划一刀，只要这2层皮儿，然后折，切细点就行了。做鱼用的细葱丝就好了。要是想要绿色，得用小葱的叶子卷到葱白里，再细切就搞定了。还有这种芹菜，不是总不爱吃到那个丝儿吗？其实只要往后一掰一拉，粗糙的纤维就拉下来了，这样芹菜吃起来就不用担心塞牙了。蘑菇一个一个切比较费事儿，拿个签子串到一起切，效率就能提高好几倍了。怎么快速切西葫芦呢？先竖向划几刀，再斜刀片几刀，一样形状的西葫芦片就轻松完成了。我讲这么半天，你学会了没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